更换内衬的那个立体口罩，来，效果很好，然后又不用版型，又容易制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青的幸运草工作室手作教学课程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呢，是一样是口罩哈。你还在找那个口罩的版型吗？今天青教你不用版型就能做出立体口罩的技巧哈。好，那这是今天的作品，简单又容易收纳。你看，我就这样直接放起来，然后就卷起来，就可以收纳了。好，收纳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在像这样子的袋子里面，有没有？随身包就把它放进去就可以收纳了哈。那这个口罩的特色在哪里？口罩的特色在于它是立体的，上端呢我们做了那个防护压条。各位，这个防护压条可以在五金行买膜带，或者是使用我们口罩旧的拆下来的可以使用。那这个是包覆上面鼻梁的地方，这个呢是包覆下巴。那亲有试过哈，透过这种的包覆法，确实会比较透气，比较不闷热。而且我们这一块作品是不烫衬的，然后这里面可以塞不织布，薄的那种不织布，所以呢，它透气度真的是100%，可以让你戴起来比较舒服，又不会直接贴在你的嘴巴上。即使你有讲话，或者是说你有戴眼镜，都比较不起雾哈，相当好的一款版型哈。好，那今天教各位怎么制作这一个作品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需要一块布。那这块布的长度呢？这块布的长度25公分，25乘以40，25乘以40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当我们要制作的时候，我们从背面执行，所以上折5公分，拿尺量一下哈，5公分。好，这样子5公分，然后呢，先用电熨斗先烫一下，因为你透过烫的话，你的东西会比较容易能够立体一点，比较不会跑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上面这个地方呢要下折1公分，然后呢，我们一样哦，使用电熨斗来帮忙，因为你电熨斗烫过，等一下你在这边等一下要车缝，那你车缝的时候呢，车缝要反折进来哈，反折进来才对。好，这样子1公分要车缝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用电熨斗先烫一下1公分的范围，1公分，好，1公分的范围哈。好，这边烫一下，烫完这个1公分，看到这1公分了吗？1公分对不对？等一下要车缝这一段哈。好，那我们来车缝这一段，布边不会跳掉。我们车缝好这个布边，之后啊，我们就一样是搬到背面的位置，然后反过来重叠。重叠这一块呢，要重叠将近1公分，这个地方要重叠大概1公分，因为这样我们的布料先重叠1公分。好，我们先把上端先烫了。好，上端先烫哦，哈，上端先烫好。烫好之后呢，我们把下方这个布料往上提。为什么要往上提？因为我们等下翻过去之后啊，这个有车布边的这一块就是我们接触我们皮肤的地方，这个没有接触，我们就不会去被这个布边给干扰了哈。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用电熨斗烫完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动作，这动作很重要，那就是说我们的东西不是正正方方的，所以我们有地方要裁掉。那裁掉的时候呢，现在先量从边边，好，过来一点哈，从边边量到这里是6公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从上缘量下来也是6公分，做记号。好，这两个6公分的地方呢，直接做连接点。等一下车缝线直接车这个位置哈，直接做个连接点。那我们等一下，因为我们已经折了也烫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用夹子先夹着，才不会我们等一下在制作过程中它跑掉了。这两个夹子先夹着，然后6公分的地方跟这边6公分刚好做一个斜线紧。等一下车缝这条线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已经画完一边了哦，还有3边要画哦，同时都要做完。6公分，这边也是6公分。好，连接4个角全部都要这么做。好，再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做6公分，然后这边也要量6公分，6公分在这个位置。那你看这个夹子，我们可以先拿掉，把它画好之后再来夹也 OK。好，好，画好了，把它夹起来。等一下车缝再拿掉就好。那我们还有一边，总共4个边，全部都要这样子做。
那记得这是下方，这个地方是接，这个是下方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下方哈，这是上方 ，OK， 所以6公分，再来这边也是6公分，好，做完记号，好，夹 ，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把1、2、3、4个边全部车完，这4个边全部车完。再来做下一个动作，车完4个边，小记就要把我们的那个布边全部剪掉。为什么要剪掉呢？因为啊，你留太多的缝份在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就会造成这个地方太厚，所以都要修剪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花边剪就很好用哈，因为它就是直接把边边剪好，不会造成毛屑太多哈，就是这样剪掉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剪完4个角了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得出4个角都完成了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翻面哦，哈，翻面，翻回正面。那翻回正面的时候呢，这些边边角角都要稍微给它撑一下，我们要把它烫一下，因为你烫好了以后，我们后续会比较好做哈。这个地方也要哦，哈，就把它撑开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东西收好。那我们使用电熨斗来烫一下。这是背面，背面有翻的地方，这是背面，然后这是正面哈。好，正面哦。那我们已经烫完这个区块了，猫咪已经完成了一个外形出来了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，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，当时是有设计那个压条，有压条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把压条放进去，然后我们翻回来背面。这是要放压条的。那我压条呢，我们可以使用口罩里面拆下来的，也可以使用我们自己的那种膜带。那这次使用膜带哈，我把它放到上端，我把它放进去上端的位置哈，放进去。好，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要固定这个压条，所以这个地方1公分，这个地方1公分，车缝一直线1公分，固定这个压条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要来车缝这一条，把我们的压条能够藏在布里面的一个车缝哈。好，车缝完成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压条车缝进去了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压条已经是固定了哈。压条车缝进去之后呢，接下来这是正面，这是背面，背面有这个反口哈，这是背面哦。当我们把它往下折，用电熨斗烫一下，折的时候呢，大概这边距离边边是1公分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整体的最尖角的地方，尖角跟我们折下来这个范围距离大概1公分的折法，这样子的折法，然后电熨斗烫一下，因为你透过电熨斗烫的话，平整度高一点，我们在制作也会比较漂亮哈。好，当我们已经把压条做上去之后，它的固定度是够的，压条已经进去了哈，压条进去了。那压条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可以先把它烫平整一点哈。压条进去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折痕了哦。折痕呢，一个小技巧，翻回来背面。翻回背面的时候呢，这是我们最尖端的地方，这是我们整体最尖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整体最尖端的地方，那就是整体最尖端上去1公分的地方往下折，把它往下折。有看到往下折吗？1公分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把它往下折。好，那折完以后，我们使用电熨斗把它烫一下。好，这边烫完之后呢，下方也一样哦，差1公分左右的位置，这个地方。1公分，好，也是由这里往下折，都要往下折。那各位可以稍微抓一下位置，因为1公分的地方也是一样，以尖端为主，1公分的地方往下折。为什么不要那么边边呢？因为边边的时候你的上护盖太长，会不太舒服。好，那我们正面的猫咪是这样，那背面是这样，到时候可以打开。那打开，等一下我们要做压缝，这个是上端有压条的地方，
这个上端的地方直线这样车缝就好，直线这样车缝就可以。可是下端就不一样了，下端我们下端好，下端小问题，这个地方如果你直接车缝的话，你这边就没有办法放那个棉布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车缝的时候是车到这个位置，开口在这里嘛，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就要把这一块布把它往外抽，然后继续车缝下去，继续车缝，车缝到后段这个地方，车缝到后段这个地方呢，一样也是把这一段再把它放回去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等一下固定的时候。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是活动的，前段这个地方会车到，后段这个地方也会车到，这样子我们这个开口才有存在的价值哈。好，那我们来做车缝动作。好，我们来车缝上段哦。好，我们上段车缝完成哈，上段车缝完成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车缝下段这个位置，下段的这个位置。那下段这个位置要车缝的时候，我刚才有提到，我们要很小心，这块布不能全压，全压我们那个效果就不见了。所以呢，大家稍微看一下亲自怎么制作它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要各位一起来，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做好的话，好，我现在已经车到这个位置，我觉得已经够了。好，我就把它我就把这个地方这块布里面这块布把它往后扯，让它在车缝的过程中不会再压到那一块布，然后所有的布都记得哦，就是要到后段才能再放回去哦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的电熨斗烫的线就很重要了，因为你烫够扎实的时候，现在车就不会跑位置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车的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剩下的这个区块呢放回去。可以先打开一下，但是我针是插着的，然后把这个折回去，因为现在折回去就可以开始把后段直接车上，把后段的布直接车上。当我们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看表布已经完成了，那这是上段有压条的地方，那这是下段我们刚才跟各位教的那个偷工，这个样子的话，你的布织布才能放得进去哈，没有那个放进去的话，你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所以你这个作品其实就已经接近完工了哈。那像这个时候呢，亲就会建议各位使用电熨斗烫一下，因为一定要让它平整度。好，平整完，接下来收尾了哈，这是正面对不对？正面，然后翻过来背面的地方，侧边先内折1公分。好，我们用电熨斗哈，因为确实不太好用，我们用电熨斗稍微烫一下哈。这边先1公分，用电熨斗烫一下。好，1公分烫一下。再来呢，内折大概2公分，其实不用算公分，这边刚好有个交叉点，这边有个交叉点，对不对？一个2块布的交叉点，我们就对准这个位置就好了。所以你把它折上来。对准它，电熨斗烫一下，这是最好计算的方式，最不会跑的。那好了以后，我们就用夹子先夹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就车缝。好，先夹一下哈。我们等一下车缝这一段把它车缝起来，这是我们要放松紧带的地方。那另外一边也一样哦，两边都有同样的做法哈，一样是0.5到1公分，这部分呢也不能折太大，因为它只是一个缝份而已。等一下缝其实有一点厚哈。布料会有一点厚，所以一样哦，把它烫过。好，烫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使用夹子把它固定着，因为固定着会比较好车哈。好，夹。OK， 那我们来车咯哈。我们开始车左右两边哈，因为有一点厚，所以这个地方在车缝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多小心一下哈。好，车完一边，那我把它剪线，我还有一边要车哈。好，车完一边，边边就是这样子车掉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再车另外一边。那另外一边呢，一样哦，就是把它对齐对准，然后把它车起来，就这么简单哈。因为比较厚，所以确实比较难车。那各位在车这一段的时候，请自己多加小心。车完了左右两边之后呢，我们来到最后阶段了，因为我们的主体已经完成了，漂亮又稳固的一个作品哈。好，那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小帮手咯哈。我们把松紧带
穿上去。松紧带呢，使用小黑夹。那松紧带的长度是25公分，要2条，25公分要2条哈。那穿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直接穿过去，把它穿过去，然后就这样子完成。那我们在穿的时候自己要小心，因为毕竟我们的那个布哈，它有折痕在那里，所以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哈。那打个结，那这个结呢，打完之后其实这样结很大，稍微把它拉紧一下，因为松紧带它的弹性相当够哈，拉紧一下比较好塞进这个口。好，它就进去了。那如果弹力很够的松紧带，就会像这样子有点皱皱的，那没有差哈。那另外一条也要穿过去，另外也要穿过去哦哈。好，穿出来，打个结，打个结对齐，然后呢打个结。好，就这样子打个结。那把那个结收进去，把那个结收进去。好，作品完成了。那我们可以用电熨斗烫一下哈，使用电熨斗烫一下，因为你的口罩套其实做完烫一下是要增加它那个整体的那个平整度，然后你就会知道你的口罩做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当这个口罩完成之后呢，一定要清洗杀菌，或者是用电熨斗再烫过以后才能使用哈。那这个立体口罩。不用版型，不用版型，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可以更换内衬的那个立体口罩来，效果很好，然后又不用版型，又容易制作。好，那今天呢，青的幸运草工作室跟各位分享的这一个，祝各位手作愉快，拜拜。